大会主席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卓荣泰院长、吐瓦鲁戴斐利总理阁下抗议，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庆后团团长，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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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起为今天美丽的台湾喝彩，迎向明天更美好的台湾。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他们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然而，民主的梦想曾经在熊熊战火中被吞噬，自由的理想常年在威权统治中被侵蚀。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75年前的古林头战役，66年前的823战役。我们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你我，守住了台澎金马，守住了中华民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45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以及前前后后一连串的民主运动。一批批同样怀有民主梦想、自由理想的人，无畏牺牲，前仆后继，用生命推开民主的大门。100多年来，人民想要当家作主的愿望终于实现。各位国人同胞，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台湾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胼手胝足，但当我们的朋友遭遇天灾危难，面临百年大疫时，我们毫不迟疑，伸手援助。台湾 can help 不是口号，是台湾人民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行动。过去，台湾人民用一卡皮箱招骗全世界，开创台湾的经济成就。现在，台湾科技运用一颗晶片驱动全世界，成为繁荣发展的世界动力。台湾人民多元无惧，我们的尼菲亚是世界皇后，台湾人民勇敢无畏，台湾的女儿林玉婷是世界权后。17岁的蔡云荣，用她沉稳的双手夺得世界第1的木工荣耀。20岁的陈思源传承了父亲的技艺，勇夺冷冻空调的世界冠军。新一代台湾制造的年轻人，再一次擦亮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 的招牌。我要感谢一代又一代国人同胞同舟共济，风雨同行。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各位国人同胞，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华民国始终屹立不摇，台湾人民始终坚韧不移。我们深知彼此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始终愿意包容彼此。我们深知彼此的意见有所歧异，但始终愿意携手前进，从而凝聚成为今天中华民国台湾的样貌。身为总统，我的使命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2300万台湾人民，并且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吞。我的使命也是保护全体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坚定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国防，跟民主国家肩并肩，共同发挥嚇阻力量，靠实力确保和平，让世世代代皆能安身立命。我的使命更是照顾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活生计，积极发展经济，扩大投资社会照顾，并且让经济发展的成功果实和全民共享。然而，国家的挑战未曾间断，全球的挑战也正是台湾的挑战。全球气候变迁冲击世界的永续发展，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冲击全人类的健康与生命，而威权主义的扩张也在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威胁我们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在总统府成立了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以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这3个委员会环环相扣，都和国家韧性息息相关。要打造更强韧的台湾，积极应对挑战，也加深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我们要强化台湾因应极端气候风险的调适机制，更会持续推动第2次能源转型，确保电力稳定供应，并透过发展多元绿能、深度节能以及先进储能，来稳健迈向全球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我们要有效防堵国际传染病，并且提升国人平均余命，降低不健康年数，以及落实建医疗平权，让人民健康，让国家更强，让世界拥抱台湾。我们更要提升国家整体的国防、民生、灾防、民主4大韧性。台湾人民越团结，国家就更安定；台湾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更安全，台海也更和平稳定。台湾有决心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荣，也愿意和中国共同因应气候变迁、防堵传染病，以及维护区域安全，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支持中国、投资中国，
以及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的提升，无非就是期待中国一起为世界带来贡献，对内重视民生，对外维护和平。当前国际紧张情势不断升高，每日皆有无数的无辜人民死伤于战火中。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在国际情势越混乱的时代，台湾将更沉稳、自信与茁壮，成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力量。我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民主台湾，不只是2300万人民的理想，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们会持续壮大台湾，推动跨领域的经济发展。台湾的经济实力不是奇迹，而是全体国人的共同打拼。我们要以创新经济、均衡台湾、包容成长为目标，把握世界趋势的变化，继续站稳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未来，除了5+2产业创新、6大核心战略产业之外，台湾的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讯的5大信赖产业会更加蓬勃发展，布局全球。我们同时会推动中小微型企业的转型发展，行销全世界。各位国人同胞，我们也会持续落实跨区域的均衡台湾。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对于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以及普通统筹分配税款，大幅增加895亿元，总共达到7241亿元，创下新高。同时，在治水预算上，比今年度增加159亿元，总共达到551亿元，来协助全国各县市因应极端气候的挑战。我们也会加速提升全国路网的安全，打造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同时，我们要完善捷运网络，串起北北基桃首都生活圈，也要进行桃竹苗大溪谷推动方案，打造串联南北的中部科技聚落，启动智慧科技大南方产业生态系推动方案。我们也会加速推动东部交通路网的安全，让东部的乡亲有更安全回家的道路，并且要加强离岛地区的基础建设，提升生活品质和观光能量。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更要落实跨世代的照顾人民。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会继续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 2.0， 并且更进一步，我们已经增加托育费用补助，也会提升幼儿园的服务品质。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政府有责任帮忙照顾。各位年轻同学，我们会继续落实高中职免学费，持续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的学费。更进一步，我们已经成立青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年轻朋友的梦想
政府有责任帮忙圆梦。各位青壮年朋友，明年基本工资会再调升，租金补贴户数也会再增加。我们会扩大社会投资，在生活、工作、居住、健康、扶老携幼等面向，提供更多的支持。青壮年朋友的家庭负担，政府有责任帮忙减轻。全国的阿公阿嬷，明年台湾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我们会提早启动长照3.0，逐步落实慢性病防治的888计划。我们也要成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并且强化社会安全网，加强弱势照顾，以及落实对青壮世代等各年龄层的心理健康支持，来具体实践全人、全龄、全社会的照顾。我也深深知道，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价的生活压力，最深恶痛绝的是诈骗横行。我要向国人承诺，执政团队不会回避这些问题，即便得罪特定团体，也在所不惜。我们会加强打诈的力道，加快打炒房的效率。我们会扩大租屋族的照顾，平衡换屋族的需求，实现居住正义这一条路，我们会一起走，继续走。今天，陈水扁前总统、蔡英文前总统以及不同政党的领袖都来到现场，我要感谢各位的参与。这代表着国家一代又一代的实力累积，也代表着台湾多元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国家要团结，社会要安定。感谢近期韩国瑜院长和卓荣泰院长开启朝野的合作，将促成朝野党团会商。民主国家的政党对内竞争，借由竞争推动国家进步；对外团结，争取国家利益。无论我们来自哪一个政党，无论我们主张什么政治立场，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够凌驾人民的利益。因为这正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秉持的精神，这正是冲破威权的前辈牺牲奉献追求民主所带给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启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会不分党派，不分你我，相聚于此。我们大家，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的努力不变。我们希望两岸对等尊严、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我们世世代代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坚持不变。我相信，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共同梦想，也是台湾社会与国际社会共同的理想。台湾人民越坚持，全球民主就越坚韧。
台湾人民越坚韧，全球民主就越坚持。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不分彼此，一起加油！谢谢大家，谢谢。